看着眼前奄奄一息的千古一帝，我决定为他注射 T 病毒，让始皇实现一统全世界的夙愿。陛下，臣有一物，或可让陛下延寿10数年，也可能数百年。只是此物凶险，若是失败，大秦恐怕都要为之陪葬。这个东西是系统给我的，危险性太大，原本是不准备给嬴政用的，因为一旦失败，将会牵扯整个世界都为嬴政陪葬。但现在也别无选择了，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千古一帝死去，我多少有些做不到。嬴政猛地从龙榻之上坐起来，此话当真？嬴政认识我10年了，他知道我从来不会无的放矢。我说有，那就是真的有。这一瞬间，嬴政整个人激动了起来，我脸色严肃地说道：此物凶险之程度，陛下难以想象。若是失败了，可能会有亿万生灵为陛下陪葬。陛下可想好了，这东西牵连太大了，当初得到时就想毁掉，但苦于没有好的办法，才留到了现在。嬴政沉默了一下，仅仅数息之间，他的眼神又变得坚定起来。朕从来不败，这是属于他嬴政的自信。他为始皇帝，天下第一位将取三皇五帝之名号的人，他这一生都是赢过来的，何来失败一说？我点了点头。嬴政身上的这种气魄我很喜欢，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在大秦为官15年。对别人来说，这是一场压上了整个世界命运的豪赌，但对嬴政来说算不得赌，他只会赢。嬴政迫不及待地问道：你所说之物到底是为何物？如今希望就在眼前，他是一刻都不想等待。我开口道：此物名为 T 病毒。一管蓝色的注射器出现在我手中。陛下，此物便是那一线生机。此物凶险异常，若非必要，臣本不该拿出来。此物如何用？嬴政双眼死死地盯着我手中的注射器，双眼一刻也不愿意离开。我脸色严肃地介绍道：此物进入人体，会将人的身体全面洗礼一遍。若撑过去了，便可长生不老；可若撑不过去，便会成为一具丧失理智的行尸。此物犹如瘟疫一般，一旦控制不好，将会大面积传播，令天下生灵都变成狂暴且失去理智的生物。到了那时，大秦恐怕用不了1月时间，就将毁灭。嬴政听完沉思了良久之后，才点头道：朕明白了。若是失败，朕会变成一个只知食人血肉的怪物。我沉声说道：不错，到那时，臣只得恭送陛下最后一程了。嬴政盯着我手里的 T 病，再次陷入了沉思。我没有催促，静静地等待着嬴政做出最后的决定。嬴政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我所说之话的真假，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嬴政信任的人，从头到尾都不会怀疑，这就是千古一帝的自信。他自信绝不会看错一个人，我值得他嬴政信任。随后，嬴政从龙榻之上颤颤巍巍地起身，拱手道：一切拜托了。他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这是嬴政登基成为始皇帝之后第一次对别人行礼。我点了点头，坦然地受了嬴政一礼，臣自当尽力而为。随即我又开口说道：续命之事关系重大，非一时能成功。陛下这身体需依靠猛药调理至巅峰才可一试，以嬴政现在的身体状态，我完全不认为会成功，至少有90%的失败几率。我可不想亲眼看着嬴政成为丧尸，然后打爆他的头颅。而且如今大秦内忧外患，朝堂也是暗波流动，陛下要做好一切准备，才能开始计划。嬴政闻言点了点头，一切都由你来安排吧。明日早朝之时，朕会下旨让你代政监国，大秦内外一切事宜也拜托你了。嬴政开口道：这2枚虎符，一枚能调动咸阳10万禁军，另一枚则是北地30万重甲军的虎符，朕现在交给你了。说着，嬴政从怀中摸出2枚虎符递给了我。嬴政寒声说道：明日起，这大秦上下胆敢有不从你者，只管杀。我点了点头，倒没有多兴奋，在这个世界没人比我更明白 T 病毒的可怕，一旦操作出了问题，我以后可就要在一个破败的末世里生存了。再加上嬴政的这种无条件信任，带给了我一丝压力。我原本以为嬴政即便会同意使用 T 病毒，但也应该会有不小的顾虑，可没想到嬴政做得这么彻底。我犹豫了一下，开口问道：陛下当真如此信我？嬴政看了眼我，开口道：朕已经这么做了，臣必不负所托。我郑重地留下了一句话，随后转身离开了麒麟殿。我也该去准备了。从王宫之中走了出来，我没有立刻开始行动，要给嬴政留一些时间安排后事。这时一个小厮突然跑了过来：左相大人，我家世子殿下邀大人前往楼中阁一叙。那小厮说着便递出一份拜帖：是哪位世子？我闻言皱眉，心中已经猜到了是谁。韦大人的话，我家殿下是18世子。我闻言轻笑一声，和我心中所想一样，嬴政子嗣虽然不少，但是能在朝中说得上话也就2个而已，一个是长公子扶苏，另一个便是18世子胡亥。扶苏在1年前被胡亥设计陷害，被嬴政罚去了北地戍边，名为戍边，实则是想让扶苏在军中建立自己的名望。可惜扶苏却不懂嬴政的用意，而胡亥在这1年里也是越来越猖狂，朝中百官半数都被拉拢到他的阵营。如今朝堂之上，只有我这个所相还没有站队。我摇了摇头，正想将手中的拜帖随手扔掉，但又突然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你家世子殿下还请了谁？那小厮答道：韦大人，殿下还宴请了除蒙将军之外所有9卿。我冷笑一声：你家殿下倒是好大的胆子，官至9卿者，无一不是大秦栋梁。上将军蒙恬便也是9卿之一。胡亥今日竟然将蒙恬之外的其余8人都请了过去。王公世子私下宴请朝官，这是大忌，一个不好就要掉脑袋了。胡亥现在竟然放肆到了这种程度，
我眼中闪过一道寒芒，随后开口道：“带路吧，也该活动活动了，好让这些人知道大秦朝堂究竟是谁说了算。”楼中阁顶楼，胡亥坐在窗边看着脚下的咸阳街道：“老师，你觉得左相会来吗？”赵高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说道：“他要是聪明，就不会拒绝殿下的邀请。如今陛下的身体撑不了几年了，左相是个聪明人，放眼大秦下任秦帝非殿下莫属，他也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就怕他和蒙恬一样固执。”说起蒙恬，胡亥眼中闪过一丝恨意。赵高带着轻松的笑容道：“放心，左相虽掌监察百官之责，但其不掌兵权，翻不起什么风浪。”胡亥有些不放心的问道：“左相也在朝堂为官10年了，10年里他当真没有一点势力？”赵高摇了摇头道：“殿下放心，罗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没有罗网查不到的事情。左相这些年可是老实的很，在朝中毫无派系，如此我便放心了。”胡亥点了点头，今日若是能逼迫左相投靠我们，皇位便挥手可取。胡亥脸上忍不住露出放肆的笑容。等了这么多年，他胡亥终于要坐上那个位置了。楼中阁前，我的车辇缓缓停在了门口。那小厮恭敬的开口道：“大人，楼中阁到了。”我掀开车帘，从中走了出来。“带路吧，殿下，左相到了。”顶楼之上，一个罗网杀手来到胡亥身前汇报道。胡亥闻言，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看样子我们的左相大人的确是个聪明人，恭贺殿下，大事成矣。赵高心中也是兴奋异常。胡亥上位，他赵高就会成为天下最有权势之人。凭借这些年来的谋划，胡亥都得看他脸色行事。走，别让我们的左相等久了。胡亥心情大好，带着赵高从顶楼走下。阁内，九卿高坐宴中，下方还有着10数位官员陪衬，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放肆的笑容，偶有几个眼中隐藏着几分忧愁。这些人在大秦为官多年，个个都是人精，他们自然知道胡亥这次请他们来是为了什么。众多官员纷纷起身，满脸笑容的朝着我行礼。左相大人，请上座。众人让出一条路来，将宴中最好的位置留给了我。我扫视在场百官，认出了这几个九卿，除了郎中令赵高、治粟内史蒙恬，九卿其余7人全都在场。好得很啊！我眼中流露出一丝杀意，这大秦我要从上到下踢个干净，宁错杀不放过。我站在原地不动，在场的官员们有些尴尬的互相对视一眼，他们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但这个举动让他们察觉到了一丝不妙。左相大人驾临，是胡亥怠慢了，左相请入座。胡亥自罚3杯赔礼。紧接着胡亥带着赵高便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早在我刚到之时，他们就下来，只是躲在暗处观察我而已。我瞥了眼胡亥，依旧没有任何动作，盘算着该怎么处理在场的这些人。胡亥见我理都没理他，微微有些尴尬，但为了皇位大事，胡亥压下怒气走到我身前，佯装生气道：“左相为何不入座？莫不是看不上本殿下这楼中阁？”我转头看向胡亥，点了点头，不错。胡亥被噎了一下，说不出一句来。在场众人也惊恐地看着我，场面一时间有些尴尬了下来。几位九卿对视一眼，低下头看着各自的脚尖，一句话也不敢多说。左相大人这是何意？我家世子殿下诚恳邀你赴宴，你便是这般态度？赵高皱着眉来到胡亥身前。赵高自负凭借他手里的力量，我不敢对他。这2年来计划的异常顺利，也让赵高逐渐膨胀了起来。男不男女不女的东西，这里有你插嘴的份。我瞥了赵高，眼神之中满是轻蔑。赵高脸色瞬间涨红，眼神之中满是怒气。秦牧，本殿下敬你是左相，给你几分面子，莫要以为本殿下怕了你。胡亥这时也忍不住了，被我当众这么打脸，他要是还不敢吱声，以后还怎么去拉拢百官？再加上有过赵高的保证，胡亥就更有底气了。一个空有职权的左相，他胡亥用点手段就能除掉。王公世子私下宴请百官，按律当如何处置？我看向胡亥说道。胡亥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左相大人可知道你在说什么？在场的几位九卿也在此时抬头看向我。刚刚他们可以当空气，现在可不行了，火已经烧到他们身上了。他们来赴宴之事可大可小，但要是传到陛下耳中，那可就不是小事了。左相大人，有些话还是不要乱说的好。凤长李嗣业忍不住开口了。我眼神斜瞟了一眼李嗣业，掌嘴诺。我身后的老车夫瞬间来了精神，一个闪身来到李嗣业面前，一巴掌下去，将李嗣业整个右脸的血肉给抽了出去。李嗣业眼神涣散，脚步虚浮的不断后退，嘴里已经发不出一丝声音。这一刻，他整个人好像已经死了一般，没有意识，没有疼痛。几个呼吸过后，李嗣业的双眼开始回神，紧接着发出一阵让人心底发毛的惨叫，惨叫声也让在场的众人回过神来。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在场众人完全没时间反应。赵高这个宗师高手倒是能看清那老车夫的出手速度，但他也没能力去阻止，仅凭这一巴掌，他便能淡定。这个看似行将木就的老人，是一个不弱于他的宗师，而受了这一巴掌的李嗣业，在赵高心里已经是个死人了。他活不过1炷香的时间，那一巴掌已经伤了李嗣业的5脏6腑，1炷香后李嗣业必定暴毙于此。我则看向胡亥，本相问你，王公世子私下宴请百官，按律当如何处置？我微微仰头，眼神俯视着胡亥。胡亥呆愣在原地，一时间反应不过来。他不明白赵高口中毫无势力、淡泊朝堂的左相为何会如此强势。明明之前的左相根本不会管这些，也不曾听闻左相招揽过什么高手门客，可其麾下一个赶车的老车夫都是宗师高手，左相何必如此咄咄逼人？赵高硬着头皮再次站了出来。我突然暴起，右手探出掐住了赵高的脖子，你若再插嘴一句，本相便割下你的舌头。冰冷的声音在赵高耳边响起。赵高双眼瞪大，眼中瞳孔收缩，脸色带着震惊的神色，他眼睁睁地看着我探手而出，速度不快，可他偏偏躲不过。赵高张了张嘴，说不出一句话来。胡亥也是惊骇地看着我，罗网到底查了些什么东西？左相有如此实力，罗网半点没查到。胡亥可是知道他老师的实力，
力，那在宗师之中都是佼佼者，但现在面对我，却犹如蝼蚁一般。念在你服侍陛下数十年的份上，今日本相不取而幸你，小惩大戒，记住你的身份。我缓缓收回右手，冷漠地看着赵高。赵高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刚刚他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我看向了胡亥，胡亥咽了咽口水，再不复之前的嚣张。殿下现在可答否？按秦律当如何？按律当处杖刑300。胡亥脸色难看道：杖刑300并不可怕，他胡亥抗得下来。真正让胡亥难以接受的是，杖刑须在大庭广众之下，褪去衣物，击打臀部，去衣受杖，以辱受刑者，此为凌辱。他胡亥堂堂王室18世子，这让他如何接受？所以大部分王公贵胄宁愿受鞭刑，也不愿受杖刑。黄忠，我缓缓开口道：在。那老车夫中气十足的应道：他便是我第3年的签到将领，5虎上将之一的黄忠，如今再给我当个车夫，请18世子受杖刑300。我开口道。胡亥眼中瞳孔收缩，我当真感动他，他就不怕嬴政死后他胡亥秋后算账？黄忠应声走向胡亥，左相，我胡亥好歹也是。胡亥张了张嘴，但看到我的冰冷的眼神，他又沉默了下去。殿下请吧。黄忠伸手一挥，一条长凳落在胡亥面前。胡亥眼神扫过在场官员，无一人敢与胡亥对视，这件事他们不敢管。按理来说，王公世子犯律，当由9卿之一的廷尉亲自审理，但现在谁都不敢提，就连赵高的眼神都微微躲闪。我的强势超出了他的预料。胡亥惨然一笑，缓缓褪去衣物，趴在了长凳之上。胡亥脸色被憋得通红，心中屈辱异常。今日之辱，他胡亥日后定100倍还之。他就不信了，他胡亥好歹也是王室之人，还扳不倒一个臣子，心中带着无尽的怨念。胡亥闭上双眼，这张长凳他会保留下来，日后也让我躺上去。阁中百官闭上双眼，不敢去看胡亥。行刑！我开口道。诺！黄忠抄起一根长凳，使其作棍，击打胡亥臀部。胡亥闷哼一声，强忍着没有叫出来。1刻钟之后，300杖出完，胡亥的意识有些混乱。这300杖结束，胡亥下半辈子能不能站起来都不一定。百官见到这一幕，心中止不住的发寒。今日左相到底是怎么了？这和他们所认识的左相完全不同，连18世子都敢废，更何况是他们。赵高小心翼翼地来到胡亥身前，真气渡入胡亥体内，为其疗伤。我从始至终眼神平淡，见杖刑结束，缓步走到胡亥身前。世子殿下可认法？胡亥艰难抬头，如今这般狼狈模样让其心中满怨恨，可他不敢表现出来，至少现在不敢认。胡亥咬牙道：可知错？我居高临下俯视胡亥。胡亥双手握拳，如今我的态度就好似他父皇一般。知错。胡亥深吸一口气道：殿下觉得为人臣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亦有所指道。胡亥满脸疑惑，不知我此话是何意。他现在只想快点离开这里，上不愧君王，下不愧百姓。胡亥随口答道：看来殿下还是不知错。我冷笑道：为人臣子最重要的是听话。此言一出，整个阁楼寂静了下去。胡亥及众多9卿心中明白了我的意思，这是在警告他们：君要臣死，臣便活不得；为人臣子便要听话。我双眼变得锐利无比，眼神扫过在场所有人，无人敢抬头对视。当狗就要有当狗的样子，你说对吧，赵大人？我话锋一转，看向赵高。赵高脸色瞬间沉了下去，但他却不能反驳。左相说的是。赵高受教了，今日之事便到此为止吧。诸君好自为之。我瞥了众人一眼，带着黄忠转身离开了楼中阁。我没打算放过这些人，这些人都要死，但不能无声无息的死。我要让这些人的死震慑朝臣，眼睁睁看着我上了车辇绝尘而去。我要其怒死！胡亥愤怒地吼出了声。当然我若在场，他也不敢吭声。在场官员低眉敛目，看着自己的脚尖，他们此刻所想，只有自己什么都没听见，更没人敢接此话。待胡亥稍微平静了下来，众人匆匆行礼，快步便离开了楼中阁。胡亥眼神阴鸷，盯着离开的一众官员。今日不但没能招揽我，反倒将其余官员也吓走。今日一过，他胡亥麾下的势力折损大半，一群废物。胡亥趴着身体恨恨地道。一位官员脚步慢了些，听见胡亥的话，一个踉跄险些摔倒，急忙稳住身形，大步出了楼阁。一会的功夫，楼阁之中便只剩下胡亥与赵高两人。老师，罗网的情报当真是准确无误啊！胡亥看着赵高咬牙道：若不是赵高以罗网打包票，他也不至于如此去接触我这个难啃的硬茬。先前还信誓旦旦的赵高，此时坐在胡亥身旁一言不发，眼里露着深意。此事之错的确在他，殿下放心，今日之事他日必定讨回。片刻后，赵高开口说道，眼中闪过一丝杀意。我虽然出乎他的预料，但他赵高这些年来发展的势力也不是吃素的，再加上如今始皇帝病危，他有十分把握扳倒我，经营朝政多年，他赵高从来就不是吃亏的主。老师可别再让我失望啊！听了赵高的话，胡亥安心下来。赵高的实力他还是知道的，此番之事出乎他二人的意料。胡亥知道是我隐藏的太深了，但只要老师出全力，我有多少家底必定都将被挖出。眼中几经风云变幻，如何谋划得当也得有命消受。感受着臀部的疼意，胡亥眼中再次酝酿起愤怒。送我回府。胡亥额头冒出汗珠，赵高起身命人将胡亥扶起，带着他离开了楼中阁。翌日早朝时间，麒麟殿一众文武重臣心思各异，但都微微惊疑地看着微坐于龙椅之上的嬴政。自嬴政病危以来，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上过一次早朝了。今日的嬴政正襟危坐，神情严肃，让百官觉得他们威严的始皇帝陛下终于回来。而昨日赴宴之人则暗自心颤，皆是偷偷瞥向我，生怕对方一句话，他们便人头不保。嬴政坐在龙椅之上，将殿前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眼中深处露着寒意，却面色平静地说道：朕近日来深感龙体欠佳，故而欲静养半年。朝政之事，诸位爱卿交于左相即可。此话一出，举朝震惊，皆是不明白陛下为何让左相监国。陛下不可，陛下自古监国者唯有宗室，左相非宗室之人，行监国之事与理不合啊！陛下，监国一事，长公子扶苏已至成年，可代为行使，请陛下收回成命。文武百官脸色难看，你一句我一句，皆是反对此旨
议，丞相监国，秦国早有前车之鉴。昔日吕不韦干政，朝堂君不君，臣不臣，群臣结党营私，可谓混乱不堪。至今百官尚且心有余悸，如今陛下竟又是一旨，再次抬高左相之权力。众官员看向我，眼中流露出几许忌惮。若是再出一个吕不韦，大秦这朝堂不知将出现多少乌烟瘴气。是故，即使冒着得罪左相的风险，一个个也站了出来，皆是一步拜倒，俯首请求嬴政收回成命。身为主角的我倒是一脸坦然，也不辩解，我只神色平静地立于一旁，仿佛众人所论之人不是我。反正陛下决定的事，这些官员还没有能力撼动。赵高更是不可思议地看向我。经过昨日一事，他已经反复思量了扳倒我的对策，只是他还未来得及布置。到了今日，陛下竟是将手中权力全部交给了后者。赵高深深的眼中流露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忌惮，他深刻地领略了我此人的不简单。我监国，大权在握，要对付我便只有更难，所以此事他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陛下，诸位大人言之甚为在理，监国一事一向由宗室之人，左相大人虽居高位，但却不合礼法。臣以为18世子胡亥才智过人，行事稳健，可行监国大事。赵高酝酿了一会，一步踏出，跪拜在地道。赵高言毕，满朝百官齐齐出言阻止，求陛下收回成命。陛下，臣以为长公子扶苏年岁尚佳，德才兼备，是监国大事之人选。拜倒的官员之中，有人再次推荐起了扶苏。陛下若真要选人监国，他们自然不会让此肥差落入他人之手。胡亥公子年岁尚轻，监国之大事恐难以担任。陛下三思。紧接着有人附和道：“陛下，扶苏公子生性柔和，如今六国余孽未清，势需铁腕之治。”一时间，朝堂之上两位公子的支持者两相对峙起来。我摇摇头，陛下还没发话呢。这群人有些得意忘形了。嬴政没有开口阻止争论声纷纷的重臣，而是双眼微微眯了一下，很快神情复又回归平静。众人看着嬴政波澜不惊的面子，争执之声渐渐平息下来，心中开始惴惴不安。此事事关重大，他们竟自己争吵起来，这是大忌。然而嬴政从此事看出，朕的大秦几时轮到你们替朕做主了？百官安静下来，嬴政才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平静地开口道。嬴政语气平淡，没有一丝怒意，但所有人后背都微微冒着冷汗。始皇帝的威严，一般人岂能承受？即便是在朝为官多年的重臣，臣等不敢。群臣在跪伏在地，心间打战。既然不敢，那便闭上嘴。朕旨意已决，凡有不从者斩。嬴政冷声道。噌！嬴政身边的章邯猛地拔出剑，眼神锐利地盯着在场的百官。身为隐秘卫统领，嬴政的话就是绝对的命令。此时只要有一人敢发出一点声音，他便会立刻结束此人的性命。森冷的杀意下的文武百官们不由失声，众人跪在地方不敢动。虽然他们很想阻止我监国，但也不值得为了此而断送性命。臣领旨。我这才神色平静地站于殿前开口道。自此，左相我监国，始皇陛下敬仰期间，朝政诸事由监国打理。满朝文武将目光投向领完旨的我，一个个忧心忡忡。他们知道大秦要变天了，尤其是昨日赴宴的那些人，此时更是满心惶恐，忍不住直冒冷汗。昨日刚被我抓了小辫子，已是让他们寝食不安。今日我又代政监国，如今若我要弄死他们，只需一句话。想到这里，几人不由得打颤，摸了摸脖子，如他们一样如坐针毡的。还有赵高，赵高倒不是有多惶恐，多年来的积累和发展，即便是监国，想要动他也要先掂量掂量分量。但同样，即使他有势力，想要动现在代政监国的我也不是容易的事。赵高眯着眼睛，有些阴鸷地看向我，他还是小看了我这位左相大人，能一步一步爬到左相的位置，怎么会是一个简单的人物？赵高有些懊恼，这么多年，自己竟然忽略了如此强大的一个对手，这是他最大的失误。心思百转，赵高眼神里藏着杀意。如今的我初露锋芒，便已让他和殿下吃了一个大亏。这样的人不能为盟，便只有除之。事情交代完，嬴政似乎又有些身体不支。我领完旨，嬴政便宣布散朝，回了寝宫。百官们这才从地上起身，向我告退，垂着腿离开麒麟殿。如今我监国，他们自然不论何事都得向其告知一声。散朝之后，嬴政敬仰，我代政监国之事很快传遍天下，各路势力也都前后收到消息，嬴政要静养身体。各方人马认为没有嬴政的大秦多少会内虚，不少势力开始蠢蠢欲动。嬴政身体每况愈下，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如今让我监国，众人纷纷揣测是否嬴政身体已经不行了。但是如果嬴政真的已到达极限，为何不是立太子，而是让人代政监国？如此一来，也没人轻举妄动。楚国项氏一族据点，嬴政此举是何意？他会让人代政监国？邵羽看着手里的书信，眼中有几分疑惑。作为楚国项氏一族的少主，以他对嬴政的了解，让出国家大权不是嬴政能做出的事情，这是一个信号。近年来嬴政身体江河日下，如此看来，怕是已经要到极限了。范增看着远处的群山道，他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他选择代政监国而不立太子，嬴政是个不会放权之人，此举背后定有深意。范增神色平常地说道：若真是让位，必然立太子而后传位，让人监国，说明嬴政还没有打算传位下去。但不论是何意，此事范增反而并不担心，这会有何深意？难道休养身体便能重拾青春？邵羽说道：他可不信什么长生不老，是否长生不老不知道，但嬴政养虎为患，日后不战而败也未可知。范增捋着胡须道：这正是他并不担心的原因。不战而屈秦之兵，邵羽有些兴奋起来。墨家机关城，此时墨家众位统领齐聚一堂，显然墨家也是收到了来自大秦传回的消息。大家怎么看？班大士看着其他几位统领率先开口道：还能怎么样？肯定是嬴政坏事做多了，已到极限，马上要升天。道直闪身到班大士身边，手搭在他肩上说道。班大士看了他一眼，道直挑了挑眉，小直说的也不无道理。嬴政让人监国，肯定是自己身体的问题，但是不立太子，监国之人也非宗室，嬴政就不怕重现吕不韦乱党？高渐离开口道。其他几位统领都是思考起来，嬴政这么
放心将权力交给非宗室的左相，似乎的确耐人寻味。不论如何，嬴政让外人代政监国，无异于拱手让江山。加上嬴政自己身体垂危，大秦分崩离析怕是指日可待。片刻后，班大师开口道，几人皆是点点头，都是有着一样的看法。有人可知左相秦牧是个怎样的人？雪女看了一圈众人，问道，最后目光停在了高渐离身上。高渐离摇摇头，看来这个秦牧需要查一查了。咸阳城内，月神府邸也同样不安定。月神的手微微一抬，手里的信纸便自己燃了起来。丢开信纸，月神眼里流露着几分疑惑。左相秦牧监国，沉吟片刻，月神起身，一晃便消失在了原地。嬴政让左相代政监国，这件事是阴阳家未曾预料到的。大秦中枢权力的变动，对阴阳家的利益影响极大，他必须要去打探一番。咸阳宫内，一道紫色光华划过，侍卫神色如常的来回巡逻，无一人发现一样。月神轻而易举的进了咸阳宫，避开了宫中的重重防卫。他是大秦国师，咸阳宫内自是没少来。为了阴阳家的利益，必须要打探清楚嬴政为何将监国大权交于我。如今唯有潜入宫内，而且也顺便摸清嬴政是否真的在静养。月神轻巧的掠向嬴政寝宫，寝宫内以陛下的身体，如今断然是撑不过替病毒的洗礼。我查看着嬴政的身体道，长川可有良策？嬴政皱眉，夜长梦多，他不想拖得太久。如今监国之权已交给我，只要他身体允许，随时可开始练尸。但偏偏自己身体太弱，无法承受，需要阴阳家配合。我开口道，这是我昨日便想到的。嬴政身体实在太弱，使用寻常药物调养，要达到能承受炼制僵尸的强度，不知要何年月。但阴阳家可以。阴阳家长老徐福善炼丹之术，因当年治好过嬴政的偏头痛，被封为云中君，驻守桑海蜃楼。嬴政命其全力炼制长生药，但实际上这些年来，阴阳家阳奉阴违，徐福借着给嬴政炼药的名义，大肆收揽药材，研制他自己所需之药。云中君最得意的便是自己炼制的3种丹药：御鬼丹，御人如驱鬼，随心所欲；真人丹，打通全身经络，强化阴阳两气，激发身体各类潜能；聚仙丹为最高境界，结合内外兼修，有机会令人达到超凡脱俗、羽化通天的境地。这些丹药都能让一个人快速拥有实力，增强其肉体强度，但副作用极强，却刚好适合现在的嬴政。如今的嬴政只需要暂时拥有强健的体魄，撑过替病毒的洗礼便足够了。嬴政点头，的确能让一个人立即改变体质的，也就阴阳家有这本事了。长川，你拿主意便是。嬴政想也没想，直接将权力交给了我。如今的他已经不需要什么阴阳家了，陛下放心，长川一定带回丹药。说完，我便转身离开了寝宫。自寝宫出来，我没有离开皇宫，而是目光平静地扫向殿外的一处水榭，机不可见地勾了勾唇角，来了只小老鼠，还是一只武道修为不弱的小老鼠。藏身水榭的月神神色流露出苦意，他竟被发现了，还是被我发现？如今我刚刚接手大秦监国，他此番查探就是因为此人，而自己恰好被他抓了正着，不知道今后的朝堂之上，对于阴阳家又会掀起怎样的风浪。我收回目光，以我天人强者的实力，早已辨出来人是谁。我手腕一反，屈指随意弹出一道气劲，气劲出手，瞬间暴涨为强大的气浪，直轰向月神藏身的水榭。整个水榭轰然爆裂，月神满脸惊骇，身体倒飞而出，砸向一处石墙之上。他立即调动全力进行抵御，甚至使用了魂吸龙游，然而抵不过我意志。他可不曾听闻这位左相大人有武力，而且还这般强大。月神嘴里溢着鲜血，他艰难地爬起来，不论如何，先离开这里再说。如此巨大的动静惊动了秦王宫的守卫，宫内的禁军和隐秘卫的高手正在朝着此处赶来，眼下绝不能在此逗留。月神警惕地看着我的方向，今日本相给你一个教训，若再有下次，本相心情可没这么好。一道冷漠的声音传来，月神神色一凝，而后他就看见我一身云淡风轻地转身离开，好像并不知道此处还有个人在。月神微蹙眉头，他完全不明白我的意思，但宫内高手的脚步越来越近，他来不及多想，咬了咬牙，月神双手变换。此时重伤的身体施展秘法实在太困难，月神额头冒着汗珠，终于在皇宫禁军赶到之前消失在了原地。感受到气息消失，我嘴角微翘，暂时先放过你。阴阳家对大秦还有些许作用。月神离开后，我也出了王宫，回到自己府邸。此时黄忠站在我面前，等候着吩咐。我浅饮了一口茶，开口道：“传令桑海，令云中军3日之内将聚仙丹送回，不得有误。”明面上的指令，阴阳家还是不敢抗旨的。丹药自然要最珍贵的那一种。传闻聚仙丹有机会让人达到羽化通天之境，这般药效对嬴政而言自然更好。黄忠行了一礼，领命退下。大人，相国李斯求见。我还没来及思考接下来的问题，一命侍卫便进来禀报道：“让他进来。”侍卫躬身退下，不一会便带着李斯再次来到我面前。见到我，李斯心中一阵感慨，昨日的他身为大秦相国，官职在我这个左相之上，世事无常，而如今我已代政监国，见其如见始皇帝陛下。就是他李斯这个相国见到监国大人也要行礼，朝中大小政务更是悉数得来请示监国。李斯见过监国大人，进入左相府邸，李斯朝着我行了一礼：“李相国有何事？”我道：“回禀监国大人，此前陛下命我清剿墨家机关城之余孽，如今时日已久，却久攻不下，城内之人更是抗旨不遵，我大秦将士因此折损不少，私欲请流沙出手从旁协助，特来向监国大人请示。”李斯恭敬地回答道：“如今始皇陛下将一切政务交于了左相你打理，于礼法，此事是要上报的。”我微微皱了皱眉，我知道墨家机关城确实易守难攻，墨家之人更是性子执拗，墨家也是在反秦势力中地位不俗，单靠秦国士兵要攻下墨家机关城不是容易的事，至少到了现在，秦军面对机关城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流沙也不是好相与的，流沙组织是韩国余孽，对大秦本就有敌意，流沙不可能成为帝国帮手。不必，我抬手，流沙不过一个杀手组织，不值得帝国看重。传我命令，墨家之人3日之内遵照
要旨意开城投降，可免去一死；若抗旨不遵，3日后本乡亲至，一个不留。我冷冷地道：不能归降于帝国，即便是有天赋才情之人，也只有一个下场，死。李斯感觉背后一寒，左相这是要屠城啊！李斯连忙恭敬道：他有些疑虑，墨家机关城急攻破，他也未曾听闻左相有武力，不知左相要如何处理，但他也不敢问出口。领完命，便快步离开了我的府邸。左相的气势很是让人心悸。自从始皇陛下授予齐监国的权柄，李斯便觉得在锋芒毕露的我面前压力很大。胡亥府邸，胡亥还趴在床榻之上。1日过去，身上的伤在各种珍贵药材的调敷之下，已有了结痂的迹象，只是每回换药都痛得死去活来，因此已经处置了好几个为他换药的丫鬟。每一回痛起来，胡亥对我的恨意就增加1分，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身为大秦公子，连他父皇也不曾这般对待过他。殿下，您就忍着点，上了药就好得快了。赵高走到了榻边，对着胡亥说道：秦牧，我绝对不会放过他。胡亥眼中充满暴怒：老师，今日朝堂之上，父皇可有说什么？胡亥向赵高问道：昨日之事，他料定我会上报他父皇，只是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再遭严惩。毕竟父皇最厌恶的便是结党营私之事，而且还是身为公子的他。殿下，如今的朝堂不太平。赵高说着，拉了被子替胡亥盖上，动了动眸子，眼神示意胡亥。胡亥平退了所有人，房间只剩下他和赵高。今日陛下将监国大权授予了左相秦牧。赵高平静地说出这句话，但眸子阴沉的可怕。你说什么？胡亥瞪大双眼，高声道，满脸写着不相信。怎会如此？胡亥盯着赵高，希望这是自己听错了。的确如此。赵高点头，知道老师不会拿做这种事开玩笑。胡亥紧皱眉头，他怎么也没想到，仅仅一夜之间，我竟然代政监国了。他已经想了无数种能置我于死地的方法，而现在告诉他，我被授予监国大权。如此一来，所有计划皆泡影，连昨日羞辱之仇，他恐怕也是报不了了。混账！胡亥一手打翻了榻旁的药碗，随即又嘶了一声，扯动伤口的痛意让他看起来更狰狞。殿下，注意伤口。赵高提醒道。他脸色阴沉至极，此时心中想要除掉我的意思不比胡亥少。胡亥是恨，而他是忧，他已经得罪了我。如今我监国，大秦举国上下，我是权力中心第一人，我的手段他也算是领教过了。万一其查到这些年他做的那些事情，他赵高的日子也就到头了，恐怕还会诛九族。赵高眼神又深了几分。老师，秦牧绝不能留，即便是监国又如何？监国并非帝王，不是不能处，发泄一番。胡亥想了想，凶了地道，他绝对不会让敌人风光。老师你怕了？胡亥见赵高锁着眉，以为赵高犹豫了。我赵高何时有过怕？如今我们与我已经势不两立，而对方又大权在握。殿下可曾想过，你我之前所做之事，要是被查了出来？赵高顿了一下。胡亥闻言神色变幻，这些年在赵高的协助下，为了那至尊之位，他暗中谋害忠臣，打压其他公子之事，可是没少做。如今一切被隐藏于黑暗之下，他弄巧卖乖，尚且能获得父皇宠爱。若一切捅破，父皇绝非心慈手软之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到时候就算始皇陛下敬仰龙体出关，等待我们的也只有死路一条。事到如今，举大计死，等陛下出关也是死，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举大计篡位。赵高继续说道。这胡亥惊异地看着赵高，他没想到老师已经想到了这一层，但他还是有些犹豫。此事一旦开始，便没有退路。殿下，我们没得选了。赵高看着胡亥，胡亥皱了皱眉，最终点下了头。桑海城旭日初升，一座巨大的楼船停泊在城外海面之上，此便是蜃楼。一匹骏马在街道上飞快掠过，直奔蜃楼而去。已是2日过去，奉命前来桑海的黄忠也是快马加鞭到达了桑海。他翻身下马进入了蜃楼，得知左相派人前来，云中君亲自相迎。一见面他便打量着黄忠，此人已有年岁却精神矍铄，一路风尘仆仆而无疲惫之态，此人竟是不好相与的。大人有旨，云中君3日之内奉上聚仙丹，不得延误。黄忠没有多余的废话，见到云中君直接宣布了此番前来的意图。云中君脸色一沉，聚仙丹可是他多年来的心血，耗费无数珍贵药材和时间，而且成丹极不容易。更重要的是，他炼丹之事一直对外保密。左相是如何得知聚仙丹的？而现在还想要他平白献出此物？大人，这其中怕是有误会。聚仙丹是何物？我也是闻所未闻。若大人要炼制丹药，只管吩咐一声，我定当竭尽全力。上头的命令，云中君不敢直接违抗，但可以推辞。云中君这是要抗旨不遵？不敢不敢。感受到黄忠身上肃杀的气势，云中君心头打起颤来，连忙自称不敢，眼珠一转。云中君令人将平时炼制的杂七杂八的丹药呈上来，他谄媚地对黄忠说道：近日炼制的丹药都在此处，大人看看可有需要的，你倒是有几分胆量。黄忠眼神锐利，抬手对着云中君一举掌，云中君便不由自主地向黄忠飞过去，脖子正好落在黄忠手里。云中君大惊，准备吞了含在口中的聚仙丹。黄忠一用力，云中君双眼鼓出，一颗丹药自口中滑落。聚仙丹在哪？云中君艰难地抬起手指向自己的居室。黄忠拎起它，走向另一个房间，房间内有一黄金药橱，其中一个药屉赫然写着聚仙丹，另外还有玉鬼丹、真人丹的字样。黄忠将云中君扔到药橱前，云中君爬起来，一脸苦大仇深地打开了机关，一只只精致的药瓶立在药屉之中，瓶子里皆是聚仙丹。黄忠扫了云中君一眼，云中君苦着脸，拿出一只木匣，亲手将药瓶尽数装进里面，而后弓着身，双手呈给黄忠。黄忠手下木匣，转身离开。待黄忠身形走远，云中君拔出佩剑，在房间一阵乱砍。左相秦牧，云中君一剑劈裂了房石柱，石柱碎裂，惊动了盘踞其上的机关蛇，蛇眼猩红，朝着云中君冲来。云中君毫无防备，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他坐在地上不断后退。快来人！此时阴阳家之中，月神恭敬地站在东皇太医面前。2日前他潜入王宫探查消息，被我重伤，以阴阳家的秘术调养，也整整2日才有所好转，伤势已无碍。
他便立即赶回阴阳家向东皇太一说明情况。你受伤了？月神的实力在阴阳家也是排在前面，感受到月神气息不似平常，东皇太一有些意外。是的，为左相我所伤，休养2日方才有所好转。月神微微垂目，掩去眼中的异色，缓缓开口。想到那日我随意一指便破开他的全力防御，还将他重伤，2日来他用尽阴阳术法才有所好转，这样的实力不得不让他忌惮。左相请默。东皇太一语气中终于带上了一丝惊讶。阴阳家在朝多年，渗透于朝中的力量盘根错节，对其中的各大势力人员的了解不可谓不深，但从未有关于我武力的消息。除了其与嬴政的关系，我在朝堂之上也一向低调，他们都快认为我的左相之位也不过因这层关系而如今骤然得知我有武力，多年来其人竟是隐藏的滴水不漏，阴阳家一点消息也没有，这是东皇太一也没想到的。只怕我还不止如此简单。不仅如此，陛下2日前于早朝宣布要敬仰龙体，我已掌权监国，如今秦国的大权已一手，我此前打算入宫查探一番原委虚实，不料被左相察觉，仅弹指间便将我重伤。左相有如此实力，这么多年我阴阳家毫无察觉。东皇太一有些不敢相信我有实力，而且如此说来其实力还在月神之上，我竟能悄无声息地隐藏如此强大的力量。东皇太一自认就是他自己也无法做到身怀绝技，却毫无显山露水。左相身边高手如云，我观其驾车之人皆是身手不凡，他能隐藏实力这么多年，与其身旁之人不无关系。在此之前，月神一直知道我身边有高手，也正因为如此，他更认定我自身怕是未有多少实力。然而月神很是无奈，自己在对方手上走不过一招，高手如云，这位左相阴阳家倒是一直小看了。这样看来，我的事阴阳家从未了解清楚，他们得到的消息都只是我想让他们知道的。东皇阁下，我们是否也要做出选择了？月神顿了一下，开口问道。如今大秦权力变化，我突然出现在众人视野之中，行事果决，且实力不弱。大秦的天也正在发生着变化，置身其中的阴阳家不可能独善其身。东皇太一沉默了下来，我的确出乎阴阳家的预料，没想到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还隐藏着这样一位人物。不过为了阴阳家的利益，东皇太一微微点头。既是监国，阴阳家也是大秦之忠臣，此事不可怠慢。言下之意，月神需要先接触我。阴阳家能有如今的地位，一门之中2位国师，正是因为做对了选择。他们选对了嬴政，并且能为嬴政炼制长生药。而如今嬴政隐退，我掌权，他们自然也该做出新的选择了。是。月神微颔首，领完命退下。咸阳一个戴着斗笠、风尘仆仆的男人来到左相府邸外，他携着沉肩的露珠，一身江湖洒脱之气，抬脚便往左相府闯。站住！何人敢闯左相府？2名侍卫长戟相交，拦住了来人。左相府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袁天罡冷冽的声音自斗笠之下传出。袁天罡，不良人的统帅。至于为何出现在此，自是因为我10年来的签到，其中一次奖励便是人物袁天罡以及他手下的不良人组织。如今大秦36郡，各郡之中都有不良人的眼线，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不良人的视线。2名侍卫对视一眼，一名转身进府通报。大人，袁天罡拜见。侍卫找到我，低着头道：“让他进来。”我神色微动。袁天罡统领不良人，大秦36郡有何异动，他都第一个知道。不过寻常小事，袁天罡不会亲自前来。看来有人有大动作了。侍卫带着袁天罡来到我面前，见过左相大人。见到我，袁天罡拱手：“何事？”回禀大人，罗网近日动作频繁，似是在谋划一场大阴谋，大人还需多加防范。不良人眼线遍布整个大秦，其中重点监视的除了6国之人，便是罗网。近日罗网频繁调动人手，众多高手汇集，如此大的动作，袁天罡料定罗网会有大手笔，故而亲自前来汇报我。罗网我眯了眯眼，罗网是赵高的势力，我一早就盯着了。赵高和胡亥本就狼子野心，如今看来，经我敲打一番之后，这2人不但没有收敛，反倒是变本加厉了。胡亥之心一直在尊位之上，此次嬴政宣布敬仰自己监国，我想到了一个结果，只是没想到这2人如此没有耐心。我要你亲自监视赵高、胡亥2人，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我向袁天罡吩咐道，他倒是要看看这2人究竟能翻出什么浪来。是。袁天罡领命，身形一闪便消失在了左相府。胡亥和赵高密谋大计，自然少不了高手相助。赵高近日暗中调动了罗网所有高手，只为计划做着万全的准备。如今罗网高手正在集结，赵高有把握一举拿下我和整个咸阳宫，到时候大秦便会易主了。反而是胡亥，此时的心绪较为复杂。胡亥府邸，自同意赵高的计划以来，天不怕地不怕的胡亥便有些寝食难安。他既兴奋于此番大计得成，自己便能登上那梦寐以求的高位，成为大秦之主。届时不论他是如何登上的王位，只要他是大秦皇帝，生杀大权，史书鞭策不过由他说了算。又忧心于此大计可谓与整个大秦为敌，尤其那些愚忠之臣，定是反对声最高的。还有那个代政监国的我，此次计划不能出一点纰漏。胡亥的眼神深了下来，最大的阻碍便是这个我，只要没有他，那些大臣不听话的统统除掉便是。老师，计划进行的如何？见赵高进门来，胡亥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计划进展，他必须要掌握全部计划，连日来的布置和查询纰漏。赵高看起来有些疲态，但眼神尖锐有光。听见胡亥的询问，赵高自信地道：“殿下放心，计划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如今罗网的杀手正在秘密赶赴咸阳，罗网是他最大的杀手锏。罗网中高手众多，而且绝对忠诚。此次他召集罗网
往清朝出动，是抱着势在必得的决心的，所以赵高敢绝对保证，只要计划顺利安排妥当，无论我还是那个位置，皆是他们的囊中之物。胡亥点点头，有老师的罗网出马，大计可顾。作为赵高的学生，胡亥也深知罗网的实力。殿下别急，这些年我以郎中令的身份笼络了不少人心，而今4个宫廷禁卫统领便有2人对我死心塌地，此番计划他们自然也会鼎力相助，一切已准备好，只等罗网杀手尽数秘密潜入咸阳之后，就是我生死之时。赵高露出阴鸷的笑容，眼里都是杀意。老师好计策，这次计划赵高出了全力，待大计攻成之日，定为老师记大功。胡亥暗暗的想，不仅如此，我还为我准备了一份大礼，是何大礼？胡亥有些期待，老师果然不会让人失望。殿下可知是衙狱？胡亥当然知道，是衙狱的凶名在外，里面关押的都是十恶不赦且实力非凡的重要犯人。正是关押在是衙狱之中的黑剑士圣七，3日之后就能被带到咸阳。当然这是为了保险起见。圣七冷血残忍，将打败所有强者作为人生目标，败亡在他手下的剑客数不胜数。其人号称从炼狱而来的男人，江湖中人见其人如见鬼神，其手中巨阙剑谱排名第11位，剑势不可挡，力量极其强大，一般人难以挥动。听完这样的阵容，胡亥大松了一口气，如此多高手齐聚，别说一个我，就是整个大秦能与之抗衡之人也找不出一个来。届时大计启动，名有禁卫军、圣七牵制，再加上擅长一招绝杀的6剑奴从旁协助，禁卫军人数众多，圣七更是只懂杀戮的刽子手。6剑奴各成员之间配合默契，各司其职，6人的联手合击，天下已是少有人能够抵挡。暗中更有金尼、偃日等实力强劲的罗网天字级杀手刺杀。金尼在罗网杀手中刺杀成功率极高，偃日也是罗网组织中的顶尖杀手，隶属越王8剑，武功高强。待到那时，明暗皆敌，腹背受袭，计划环环相扣，层层皆是杀招。即便他我身边有高手，在这样的层层围剿之下，双拳也难敌4手。不知道那时的我会是怎样的表情？胡亥激动起来，他终于可以一报楼中阁之仇了。赵高微勾嘴角，看着兴奋的胡亥，心中却是冷笑，但他面色如常附和道：“臣愿殿下为帝，独治大秦。”胡亥闻言面色更喜，但随即意识到什么，他努力压下上翘的嘴角。他日我若为帝，定拜老师为相，共治大秦。胡亥自认与赵高相处如此之久，对其已是了如指掌。此番大计，赵高出力甚多，待自己为帝，自然不会亏待功臣。谢殿下隆恩。赵高双手举过头顶，躬身行了一个大礼，这是对新皇行礼的礼仪。见此一幕，胡亥眼中迸发出金光，已然沉浸于美好的幻想之中。翌日，咸阳宫、麒麟殿，早朝之上，百官到齐议论纷纷，仔细听便能听见。不知为何几日前楼中阁之事泄露了出来，趁此早朝时间，一干文武重臣皆对此事各抒己见，但大多都惊诧于左相大人的强势，竟敢当众羞辱胡亥公子，甚至还杀了一位九卿。左相大人如此残暴，目无王法，如今代行监国大事，我等大秦握于这样的人手中。有人摇头愤慨：“你不要命了！”其他人出言阻止他继续说下去，说完又齐齐叹气：“不错，当日的凤场李嗣业正如赵高所料，没活过1个时辰，回到府邸便已暴毙身亡。这也是众官员叹气忧心的原因。当日赴宴的几位九卿挪到李斯身旁，如今除了监国左相，就属相国李斯在朝堂之上还能说几句话。几人当初赴宴，亲自领略过我说1不2的凶残，与其坐等左相处死，还不如主动出击。眼下便将希望寄托在了最有话语权的李斯身上。相国大人，几人行了道理。相国大人想必也知楼中阁一事的首尾，这左相出言便杖责公子，私下打杀九卿，其残暴无得罔顾律法，实在令百官心寒呐。正是，说得不错。几人一番指责，又纷纷附和。我等为我大秦社稷，请相国大人出面，联合我几人上书陛下，奏明此事，必可与左相抗衡。望大人为我大秦着想。李斯闻言摇了摇头，也不说话。他李斯能活到今天，其察言观色之能非常人能比。今日的左相，不是他们联名弹劾便能撼动。几位九卿面面相觑，不知李斯这是何意。此时我一身朝服来到了大殿之上，议论纷纷的百官立即闭上了嘴散开，殿内顿时安静下来。几位围在李斯身边的九卿也只得暂时回到位置。李斯一步踏出，诚惶诚恐地汇报了近日大秦各地的事宜。继李斯之后，各司其职的其他大臣也都暗例汇报了自己所思的情况。站在大殿中央，我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汇报的大臣们更加惶恐。尤其知道了楼中阁一事之后，我没有开口，直到众人如老鼠见猫一般小心翼翼地汇报完毕，他才看向了当日那几位九卿。感受到我的目光，几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联合相国大人还未成，就先被左相盯上了。果然，只听清冽的声音在安静的大殿之内响起：这些人私下赴宴。几位九卿终于承受不住，此话一出，屈膝跪趴在了地上。按照大秦律例当如何？我收回目光看向李斯。大秦律律，私下结党者处以1刑。李斯再次站出来，躬身回答道。一听此话，几位九卿脸上瞬间没有了血色，几人一慌乱，有人开口反驳：我等乃大秦肱骨之臣，分掌国事，左相若一意孤行，施以严刑于我等，到时只怕大秦将乱。这话倒是不错，九卿都是大秦栋梁，其每人分掌着国中要事，如若不然，胡亥也不会想要拉他们入。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多少有恃无恐，不信我敢把他们全部下了。一时间九卿之位全部空缺，大秦朝政必将大乱。虽然说的话是事实，但当着我这么说出来，就意味深长了。一句话镇住了在场百官，虽然众大臣心中也是如此作想，只觉得我是为了杀鸡儆猴，不可能真的把这几位九卿全部撸下位。但这话掌权者的威严是不能被挑衅的。卫尉陈涛、太仆赵立、廷尉孙成、典客赵秦来、宗正吴和、少府王青山位列九卿，本因为我大秦分担国事，却忘我秦律，按律当处1刑，今以下犯上罪加1等，而不知悔改特处极刑，当千刀万剐而死，以儆效尤。我的声音不大，但传进了在场所有人
人的耳中，几句话便判定了朝中重臣的生死，而且还不止一人。大殿之内寂静无声，群臣都处在震惊之中，谁也没想到左相竟然真的一下便要处死7位九卿。如此一来，朝堂不是瞬息大乱否？众人一时间反应不过来，偷偷将目光投向李斯。朝堂之乱一直是相国大人最不允许发生的事情，然而李斯却是识趣的闭上了嘴。百官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只得在心中暗自叹气。李斯陷入沉思当中，这么多年来，他好像才第一次认识这位左相。退朝之后，朝堂之事很快传出，7位九卿被我一言皆数处死，震动整个咸阳。众人皆感咸阳上空像是有什么正在酝酿着。此时赵高府邸，赵高坐在大堂主位之上，身边跟着6剑奴，旗下站着一男子，浑身铁链束缚，背上一柄巨剑。这身上负着铁链的男子，长相粗犷豪放，脸上和身上都有多处伤疤以及刺字，其身上刺字7国皆有之，7国都认为此人该死。这个男人便是圣七，号称是从炼狱而来的男人，江湖中人见之如见鬼神。他虽曾多次被7国捕获，关入死牢，但却总能逃脱而出。其浑身的刻字谱写出黑暗的牢狱生涯，直到10年前，盖聂将其逮捕，关于是衙狱之中再没能逃脱。3日前，赵高将其从狱中捞了出来。黑剑是圣七，捞你出来，我可是费了一番力气，现在看来却也不过如此。赵高打量着圣七，缓缓开口。圣七沈默不语，只是微抬眼皮瞥了一眼赵高，见圣七有动作，6剑奴手压住剑柄，见势就要冲上前去。赵高抬手，6人也随即收住攻势。我们做个交易如何？什么交易？圣七看向赵高，此人心思深沉，身边6人实力不弱，你想要自由吗？圣七平静无波的眸子动了一下，你想杀谁？既是交易，自己肯定要交付条件。他知道赵高是要他杀人，杀一个赵高忌惮却棘手的人物，因为他圣七除了杀人别的不会。大秦左相秦牧听到赵高的话，圣七眼神眯了一下，一个文官你也杀不了，一个文官10个文官我赵高也如捏死蚂蚁。秦牧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文官，他不会让你失望的，很有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一只蜘蛛趴在赵高手背之上，以他宗师界的实力，完全查探不出我的武道境界。与其就此耗死在市衙狱中，不如杀出一条生路来。事成之后，罗网会搜寻盖聂的下落。赵高看着圣七，再抛出一个条件，他了解这个号称自地狱而来的人，这是一个痴迷于剑的男人，面对强大的对手，越战越狂，哪怕为之战死，有痴念的人都好掌握，即使是个如恶鬼般的人，赵高已经放好了饵，他不怕鱼儿不上钩。圣七听见盖聂的名字，眼神再次有一丝裂痕，他盯着赵高良久之后点头道：好。赵高脸上露出笑容，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喜欢这种感觉，手里掌握着一切的感觉。不管是圣七还是我，6剑奴会和你一起行动，我身边高手不少，想必会很合你胃口。圣七再次扫过赵高身边的6剑奴，没有回应。他知道自己要是听话，6剑奴会是他的帮手，要是不按赵高说的办，这6剑奴的剑便会转头指向他圣七。这几天你暂时住在咸阳，行动之时自会通知你。赵高挥手，有人上前来带圣七去住处。看着圣七离开，赵高加深了笑容。此次计划都在暗中进行，他出动的都是手下顶尖的高手。出其不意之下，我再有实力也只能就死，乖乖做一位文臣不好。偏偏手太长，喜欢多管别人之事，躺着那位也行将就木还不松手，那只能我赵高送你们一程了。赵高眼中透着疯狂，非要挡他的路，他也只能将其清除了。还未走远的圣七听着赵高的话，微皱起眉，这是一个疯子。圣七心想，不过与他无关了。圣七跟着小厮走向了咸阳城内的一处院子。左相府有何情况？我开口。此时房间之中只有我一人，不知道的以为我在自言自语。只是我的话刚落，袁天罡便出现在我面前，回禀大人，黑剑士圣七秘密入了咸阳城，被送往赵高府邸。赵高府中传回消息，圣七已答应赵高出手，目标是您，现被安置在咸阳一座宅院之内。闻言，我勾起唇角冷笑一声，早就知道赵高和胡亥狼子野心，不过既然想与自己为敌，那下场只有一个，就是死。来人！我清冽的声音响起，黄忠推门走了进来。大人，安排人手布置在咸阳城内。我眸子微动，就看谁的剑更快更狠。黄忠领命便退出房间安排，我手下的人也在暗中前往咸阳各处，尤其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人甚是兴奋。这么久以来一直闲在左相府，可把几人憋坏了。而表面上左相府一派平静，毫无异样。我实施外松内紧的策略，届时措手不及的就不知道是谁了。袁天罡还站在房间内，大人的安排是一步妙棋。他暗暗的想，我看了他一眼，查一下禁卫军，看看赵高有多少棋子在里面。连禁卫军也染指，属下领命。袁天罡拱手道：圣七被安排在何处？属下安排不良人带您过去。我点点头。袁天罡说完便再次消失在房间。咸阳一处僻静的院落，圣七被人带到这个院子，便没有出去过。一是他本身不便多出现在繁杂的城中，二是这院子周围布满了人手，不用想也知道都是赵高的人，已经达成了合作。赵高却派人时时盯着他，圣七对此毫不在意。如果他想走，这点人还不够看，因为此处人少，院子很安静。常年来的挑战让圣七对危险十分敏锐，他感受了一下此前蹲守在院里的气息消失了，圣七警惕起来。果然不一会，踏踏踏的声音在院子周围响起，声音齐整，像是身穿甲胄的士兵。圣七眉头微皱，赵高不可能，赵高还需要他对付那个什么左相，而且赵高不会傻到连自己的手下也干掉。不错，以圣七多年来的经验，院子里消失的气息，其主人都被人杀人，同一时间悄无声息地解决这么多人，来人实力不弱。圣七眼中有了热度，好久没有痛快打一
一场了。至于那些士兵，圣七彻底忽视了他们。快，此处藏着帝国逃犯，把院子包围起来。院子大门被人强行破开，一名大秦将领指挥着士兵包围了整座院子。不一会，院子便被围得水泄不通。将领恭敬地走到一旁的黑衣男人面前：“左相大人，我军已完全包围整座庭院。”我点点头，兵为圣七的正是我，解决了院子内蹲点的人是我带来的不良人。将领见我点头，转身对着屋内大喊：“犯人圣七，3日前自市衙狱逃出，越狱者按律当斩，速速出来领罪！”屋内毫无动静，包围院子的士兵紧握手中长枪，对着屋子大门。他们面对的可是黑剑士圣七，败亡在其人手上的高手剑士数不胜数。犯人圣七，3日前，嘣！房屋的一面墙壁猛地炸开，木块砖瓦向四处乱飞而出，击倒了一批躲闪不及的士兵。一道霸道的强烈剑气向着秦军将领袭来，将领呆在原地，完全没反应过来。我一把拽过他，避开了直击将领面门的剑气，剑气劈向两人身后的围墙，整堵墙瞬间碎裂。秦军将领这才反应过来，擦着额头上的冷汗：“多谢大人！如果没有左相大人，他早已被劈成了2半。”圣七从飞溅的木块瓦石中走了出来，他扛着巨阙，目光凶狠地扫着在场的人：“是谁说要按律当斩的？”士兵们紧紧攥着手中的武器，只希望如果动起手来，能不那么快死于这杀神手中。看着胆怯却视死如归的士兵，圣七眼中有些失望。他还以为来了高手，可是他扫了一圈，都没找到解决赵高手下那个人。高手的气息异于常人，他一眼便能认出黑剑士圣七本就是帝国要犯，按律自然当斩。圣七看向一旁说话的黑衣男子，此人气质不凡，看起来是这些秦军的领头人，但没有武力，至少他感应不到对方身上有何实力。得出这个结论，圣七眼中失去了兴趣，不耐烦地问道：“你是谁？放肆，不得对左相大人无礼！”秦军将领鼓起勇气呵斥道：“左相。”圣七想了想：“你就是秦墨。”圣七有些意外，没想到目标先对自己动手了，不过无所谓，迟早是要死的。说完，圣七打量起我，赵高的目标就是他，一个毫无武力的文人。圣七再次仔细查探了一番，他的确没有感应到我有何实力。你的手下呢？赵高说过我身边有高手，但在场之中没人有与他圣七一战的资格。大胆！我抬手阻止了不怕死的将领。我的手下你怕是见不着了。比起拟人，本相更希望你是一具尸体。我眼中露出杀意。圣七实力不弱，只可惜站错了位置。就凭你？圣七像是听见了什么笑话，嗤了一声，不屑地看着我。就凭毫无武力的我，也想将他变为尸体，不知所谓。以为他手中的巨阙是吃素的吗？这个我最多有几招花拳绣腿，连内力都没有，胆子倒是不小。圣七在心中估算着对方的实力，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无论怎样的对手，他都会做一番估量。圣七对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这也是他敢到处找人挑战的原因。3招之内，本相若没有杀死你，今天就放你一命，如何？我噙着笑意看向圣七，你找死！圣七眼中露出怒意，他打败了这么多人，还没有人敢在他面前如此嚣张。圣七手持巨阙向我冲来，猩红的剑气在巨阙上凝聚，巨阙虽极重，但在圣七手里却看起来很轻巧。巨剑挥舞间，一道道强劲的剑气不断劈向我，既要避开巨阙的剑刃，又要躲避不断袭来的剑气，我却在其中游刃有余，一剑剑劈向院子的围墙和地面，顷刻间整个院子便是剑痕累累，面目全非。士兵们匆忙躲向远处，这样的战斗不是他们能参与的，他们连躲都躲不过。再看左相大人，在这样强劲的攻势下还毫发无伤，真是太厉害了。圣七凝住神情，他没想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我能躲过自己的攻击，自己的每一剑对方都能刁钻的避开，让他觉得像是铁拳砸在棉花里，无处着力。你就只会躲吗？圣七盯着躲避的我道。我勾唇，你是在提问吗？圣七沉默下来，同时巨阙向四周旋转，形成了强大的龙卷风，将附近的树枝和草叶卷起，阻碍了我的视线。看到我身上的这些刺字了吗？我曾经问过很多代价昂贵的问题，这些就是答案。圣七一个箭步冲进龙卷风之中，龙卷风挡住了众人的视线，伴随着剑声破空的声音，一道肉体撕裂之声也传出来，有人受伤了。只有圣七手中有剑，难道左相大人？士兵们伸着脖子担忧地看向战局。龙卷风停了下来，被卷起的树枝草叶也落在了地上，落在了躺在地上的圣七身上，不是落在了圣七的尸体之上。圣七等着双眼，神情凝固在了不可思议之上。他的胸前插着一柄青铜剑，伤口处还在汩汩冒着鲜血，到死他都没明白，看似毫无内力的我是怎样一招将自己置于死地的。厚重的金属落地声响起，巨阙如同他的主人一样躺在了地上。士兵们一惊，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左相大人真的一招杀死了如恶鬼一般的圣七。虽然他们不知道龙卷风里面发生了什么，但从龙卷风阻挡他们的视线开始，不过瞬息之间，圣七便已死于左相之手。秦军将领感觉自己腰间有些轻，低头一看，自己剑鞘里的剑不知何时已经不再翘了。再看向圣七，后者胸口插着的正是他那柄青铜剑。一切发生的太快，不可一世，令人闻风丧胆的黑剑士圣七就这样被我一招击溃，刚出世衙狱便草草结束了性命。秦军们看向他们的左相大人，一袭黑衣立于院中，脚下是黑剑士没了生气的尸体和一汪汪血迹，而左相浑身上下不带一丝尘垢，仿佛伴着清风明月。只见他薄唇微起，随即清冽的声音打破了院子的寂静：逃犯圣七，私自越狱，罪不可恕，袭击监国，罪加一等，当悬挂其尸首于城门示众，以赦宵小，属下领命。秦军将领语气铿锵，
枪，抬手招了招，几位士兵便上前抬着圣七的尸首往院子外去。随后几名士兵又抬起巨阙呈给了我，我点点头，算是收下了。这时一个不良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躬身道：“禀报大人，黄忠已带回丹药。”我点头，接着抬脚便往院外走。禀报完，不良人身影也消失在了原地。秦军对出现的人影一头雾水，但有些事不是他们该问的。将领带着秦军跑着跟上我，一众人离开了破败的小院子。六剑奴从暗中现出身来，互相对视一眼，随后身形一闪，便往城中掠去。回去禀告赵高，走了小一会，这好像是去胡亥公子府邸的路。秦军将领心里犯嘀咕：去公子府邸，他们这些士兵跟着好吗？但是我没发话，他也不敢走。我正是去胡亥府邸，赵高和胡亥留不得了。原本我想留着赵高，让他把所有的力量动用出来，好一网打尽。但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已经懒得和赵高玩下去了。黄忠带要回来，他该去为嬴政谋一个长生了。赵高府中，六剑奴以极快的速度赶了回来。此时的赵高已经知晓院中发生的一切，和圣妻已死的消息。他坐在主位上，身边站着六剑奴。只是此刻赵高脸色沉重，不是因为圣妻死了，一个流亡逃犯而已，还不值得他赵高为其流露情绪，而是因为他赵高的一举一动竟然都在我的监视之下。圣妻刚入咸阳，连1日都不到，赵高自认以罗网的实力，圣妻的行踪绝对神不知鬼不觉，但他就是被我带人击杀了。自己府邸之中必有我的暗桩。赵高脸色更阴沉了几分，他本以为自己对我已经足够看重，他知道我本身实力不弱，身边还有高手护卫，但没想到其人暗中的力量也这么强，连他赵高的府邸都可以安插暗桩进来。要知道他府邸上的人都是从罗网调过来的，天罗地网，无孔不入。也就是说，号称无孔不入的罗网被我反渗透了。罗网是赵高手中的核心力量，刺杀、情报、栽赃，一切不能于台面上解决的事情，都是动用罗网的力量。罗网中人不管什么原因对组织也是绝对忠诚，赵高对其也是信任有加。这么多年，赵高从未对罗网起过瘾，而如今赵高深吸一口气，做出决定，前往了胡亥府邸。此时的胡亥也收到了消息，他负手皱着眉在府中坐立难安。圣妻已死，说明我有高于圣妻的实力。他没想到曾经朝堂之上不起眼的我，不仅手段了得，还实力莫测。更重要的是，圣妻进城，他胡亥是知道罗网有多谨慎的，此事绝不可能被人察觉踪迹。如此一来，便只有内部泄露消息，他和赵高的想法不谋而合，无孔不入的罗网反而被人进入了。罗网是他和赵高手中最大的底牌。想到这里，胡亥更加焦急起来，不自觉加快脚步，在房中踱来踱去。殿下，赵高大人到了。一名侍从匆匆上前来通报。胡亥眼睛一亮，赵高终于来了。他几大步向外走去，远远见到赵高便高声问道：“这到底怎么回事？罗网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错漏？”府中下人都自觉退了下去。胡亥有些慌乱。赵高看着这样的胡亥，眼神深了深，慌什么？这还没打上门呢。闻言，胡亥振了振心神，老师有何良策？事到如今，箭在弦上，我们退不得一步。赵高眼中酝酿着疯狂。胡亥皱起眉头，夜长梦多，迟则生变，明日便动手。赵高看了胡亥一眼，明日可？1日时间，仓促动手，能成功吗？胡亥一脸震惊地看着赵高，他觉得今天的赵高太疯狂了。殿下，你觉得我们还有选择吗？事已至此，成则千秋霸业，败则坠入深渊。赵高开口打断了胡亥，转身走向庭中的凉亭。胡亥想了想，紧跟其上。明日秦牧监斩九卿，必会调动禁军护卫刑场，笼络人心这么多年，禁军也该派上用场了。明日刑场之上将会全是我们的人，届时以禁军外加罗网杀手，必可拿下秦牧。赵高身上泛起杀意，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动向，唯有出其不意，对方毫无防备之下才可能取胜。明日不是我死，就是他们亡。当真？胡亥紧盯着赵高，若刑场之上都是他们的人，到时候打我一个措手不及，层层包围下，我必死无疑。胡亥顿时又有了信心。臣何时诓过殿下？胡亥终于一扫阴霾，他捏着拳道：“秦牧必须死。”这时，一名侍从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殿下，左相大人带着人正朝着这边来。”什么？胡亥盯着侍从，他们刚才谋划好杀局，这主角就自己上门了。这时候，我为何会来他府邸？带了何人？赵高眼神阴恻恻地看向跪在地上的侍从，侍从一个哆嗦。一支军队，我带了一支秦军往胡亥府邸而来，看起来气势汹汹，这也是他匆匆跑来通报的原因。军队，胡亥又慌了起来，他看向赵高，老师。赵高此时脸色阴晴不定，他也拿不准我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我真敢光天化日之下军围公子府邸？我倒是真敢。胡亥府邸之外，我一抬手，随行而来的秦军踩着齐整的步伐，哗啦一声，瞬间包围了整座公子府。左相大人，门口2名侍卫战战兢兢。左相大人看起来来者不善，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在我面前，他们没有权利，更没有胆子询问，只得哆哆嗦嗦的行礼。看着没有表情的我，要不是手中有长戟支撑着，2人早就瘫软在了地上。我的气势给他们的压力太大，我看都没看2人一眼，缓缓抬起右手，士兵们等着我下命令。2名侍卫还不明白我这是何意，然而我接下来的话让2人彻底瘫软在了地上。乱臣贼党，一个不留。我的话，士兵们不敢不听，握着长枪便应声杀入了胡亥府邸。门口的2名侍卫是最先遭殃。我的话刚落，2人便淌着鲜血没了呼吸。我漠视着这一切，府中下人或许无罪，或许罪不至死，但我没有打算放过他们，斩草便要除根，谁知道放过的会是什么人呢？要怪就怪他们进错了府，跟错了人。今日胡亥和赵高死，这些下人也得死。一时间，整座府邸哀嚎惨叫声不绝于耳。胡亥神情巨变，呆滞了片刻，动身就要冲出去。赵高一把拉住了他，不可轻举妄动，秦牧有备而来，我等先离开再说。拽住胡亥的手极其用力，赵高脸色阴沉，我当真敢带兵杀入公子府？老师，这个秦牧也太无法无天了，我乃大秦18世子，他也敢带兵硬闯我的府邸？难道他一个左相，一个臣子，还想杀了我不成？这般无视他身份的人，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个。作为嬴政最宠爱的儿子，大秦上下谁见他不得给
给他面子，我竟然敢！赵高还是拽着胡亥不放，他算是看出来了，这大秦上下就没有我不敢做的事。今日这架势，分明就是冲他赵高和胡亥而来。赵高脸色极其难看，十有八九是杀他们而来。别忘了我们的计划，走！赵高拉着胡亥就要翻墙而出，两位这是要去哪？我的声音适时响起。赵高脸色一变，他发现周围布满了高手。胡亥趁机挣脱赵高，秦牧，这是什么意思？你好大的胆子，杀了他府邸的人，还堵了他和赵高的去路。他是父皇最宠爱的儿子，就不信我真敢就此杀了他们。我勾唇一笑，也难怪赵高会选择胡亥，蠢货！赵高暗骂一声，看来现在是走不了了。殿下是说左相大人大驾未曾远迎，是我等失礼，只是大人带兵而入，还伤及无辜，殿下甚是为难。赵高避重就轻，还抹黑了一把我。赵大人嘴上功夫果然了得，怎么捉拿乱臣贼党，还要本相协理而来？我看着赵高良久，终于开口道：“你休得胡言。”胡亥又惊又恼，他没想到我就这样将这几个字说了出来，被人掀开了遮羞布。胡亥忍不住反驳出口：“左相大人何出此言？我赵高虽是一介宦官，但多年来为大秦鞠躬尽瘁，处处谨小慎微，三思而行，自问从未做过对不起大秦之事。殿下身为大秦公子，更不可能有不利我大秦之行为。”赵高强作镇定，有些事不能拿上面来讲。胡亥也脸色一喜，对啊，他们还未行动，计划都在暗中进行，除了我，没人知道我要拿他们，无凭无据，只会遭人诟病。想到此，胡亥有恃无恐地盯着我，鞠躬尽瘁。这些年来，折在两位手上的公子，死在两位手下的百官，还少了不成？我摇摇头，神情冷漠。两位所做之事，真当陛下不知？赵高为陛下牵了20几年的马，你还是没能明白陛下。若不是念在你曾经还算一片忠心的份上，你如今还有机会站着和本相说话。闻言，胡亥、赵高两人神情皆是大变。这些年来，他们的确未曾接触过叛逆，做过背叛大秦之事，但为了自己的利益，胡亥为了那尊位，他们确实暗害了不少自己人。我赵高就想过得更好一点，这也有错吗？你们，赵高指向我和胡亥，你们这些人出生便富贵荣华，而我等只能靠着自己一步一步如履薄冰的向上爬，你们哪懂这样的苦楚？知道已经没有转圜余地。赵高把20几年来积攒的情绪都发泄了出来。这世间总有人生来便高贵，而他们这些小人物只能受尽屈辱。从一个小宦官做起，弱者才会乞怜。我面无表情，弱者。他赵高一步步爬到今天的位置，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罗网。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弱者，即便现在我带兵困住了他，他也不觉得自己就会在此失败。左相大人，你真觉得凭这些士兵就能拿下我等？赵高收起情绪，一脸平静。赵高自己是宗师实力，身边还要堪比宗师实力的6剑奴，且6人皆是越王8剑在手，配合相当默契。而我一边够看的也就我一人了，只要牵制住我，那些士兵再来一支军队也困不住他赵高。这时6道黑影闪过，6剑奴已然出现在赵高身边，一柄柄明剑同时出鞘，6剑奴摆好攻势对准我。真刚，6剑奴中的领导人物，属于杀戮者，剑术刚猛，擅长正面直击，吸引敌人注意力，同时在战斗中会分析对手能力，从而制定主要作战计划。断水，6剑奴中的隐藏者，擅长隐形技能，能取人性命于无形，隐者多虑，或者只是在等待一剑封喉的最好时机。乱神，周身邪气，嗜血残忍，不屑于遵守人类的任何法，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6剑奴中属于助战者，魍魉配双剑魍魉，鬼魅般边路旁敲侧击，防不胜防，左右战局胜负。6剑奴中属于投机者，转魄、灭魂双胞姐妹，配件分别为转魄、灭魂，擅长迷惑牵制敌人。6剑奴中属于羁绊者，本相要杀的人还没有能逃脱的。我冷笑，除非我想，否则要在我手下活命，这些人还真不够看。狂妄！真刚一声高喝，提着真刚率先出动，直击我面门。我头一偏，真刚及时收剑，横剑一斩，我起身后退。6剑奴在江湖中也算小有名气，凭借6人的配合击败的高手和狂徒不计其数。在气势上，真刚开了一个好头。随着真刚出动，其他6人也各自行动了起来。断水隐藏了自己的身形，在一旁静待时机，趁我被真刚逼退，断水突然自我身后出现，一剑向我背后心脏处刺来。我身形一转，抬手一掌，将未得手正准备再次隐藏身形的断水轰了出去。断水倒飞而出，砸向院中的矮墙，再也没爬起来。其余几人微微一惊，再次发动攻击。乱神全身透着邪气，辅助真刚剑气的空隙挥剑攻击。我侧身避开，魍魉则在一旁补上几人的漏缺之处，常常以刁钻的角度攻来，正好攻向我躲避之处。然而我还是能一一避开，身体一转，脚尖弹开魍魉的剑，魍魉身形不由自主地跟着被弹走的剑而去，手中的剑险些脱手而出，伤到真刚。魍魉神情凝重起来，稳住身形，再次加入战局。转魄、灭魂2人攻击成双，常常声东击西，为其他几人制造攻击机会。即便没有了断水，几人配合也称得上天衣无缝。真刚再次发挥了自己的分析优势，情况对我们不利，想办法掩护主上撤离。我虽然没有直接对他们发起攻击，但在几人的配合之下，还能如此轻松。真刚料定，若我认真起来，他们几人最多走不过3招，毕竟此人一掌便解决了断水，而且看断水的样子，多半是已经没了。玩够了吗？我轻声道，你们该上路了。5人一惊，我的气势比方才涨了不知几层境界，压力之下，几人内力运转都迟缓了起来。转魄、灭魂姐妹俩再次出手，同时朝我左右方向袭来。真刚则在我正面挥剑而出，乱神紧随其后，魍魉在我身后，再次瞄准了他的心脏位置。在我手上
上吃了一个亏，王两现在最想的就是一举击杀我。然而几人汹涌的剑势在距离我1寸之处便停住，不是他们收手，而是刺不进去，像是一道无形的屏障阻挡了他们的剑。破！我轻喝一声，5人只觉一道强横的内力打在身上，几人一同倒飞而出，自四面八方砸在地上，嘴角溢出鲜血，起不来身。主上，请速速撤离，对战中分心可不好。我来到真刚面前，出手掐住他的脖子，一歪，咔嚓一声，真刚便没了气息。你转破开口想要说什么，才发现自己喉咙上已有一条细细的伤口，正往外冒着血，一句话堵在喉咙，随后便倒在了地上，再也开不了口了。其余几人也是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已经一刃断喉，不甘的倒下了地。秦军将领喉咙滚动了一下，摸了摸自己腰间，剑鞘空空荡荡的。我拿着青铜剑走向赵高，接下来该你了。赵高脸色难看到极点，他辛辛苦苦培养了这么久的6剑，连拖延时间都做不到。看似几人出了好几招，但实际上我只在短短几息间便解决了配合默契的6剑。他赵高根本没有趁机逃走的机会。赵高看着盯着自己的我，如临大敌，全身宗师强者的气势暴着。本相说了，要你死，你便活不了。青铜剑发出嗡的一声轻响，剑气高涨，一剑斩出。赵高面色狰狞，跃身而起，屈指成抓向我攻来。黑色的长指甲泛起悠悠暗光，瘆人至极。轰一声巨响，胡亥府邸的凉亭几颗支柱被斩断，轰然倒塌，砖瓦横梁砸在地上，尘土飞扬而起，几处假山也断成2截。而赵高剑气横穿其腰，他整个人被拦腰斩成2半。你也会？赵高指着我，上半截还在说着话，只是还没说完，便停止了呼吸，死不瞑目，无视半截赵高的话。对我来说，杀人就是这般简单，剑出人亡。胡亥惊骇地看着发生的一切，赵高的身体彻底失去了意识。胡亥终于回过神来，他看着我连连后退。左相大人，我不想的，都是赵高逼我怎么会害父皇？怎么会害你？怎么会做对不起大秦的事？胡亥已经语无伦次。圣妻，你认识吗？认识。胡亥闻言顿了顿，想要摇头，后又止住，点头承认。罗网杀手悉数进入咸阳，你知道吗？胡亥摇头又点头。既然你都知道，你又未曾阻止，你说此事与你干系大不大？我看向胡亥，我胡亥想争辩，又一时不知说什么。念你是公子，本相与你一个体面的死法。我将青铜剑猛地一掷，插在胡亥身前。胡亥惊了一跳，眸子里满是错愕和恐惧。从出生便自小金贵的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这样面对死亡。他不知道怎么办，以往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都会问赵高，而现在赵高已经死了，他谁也问不了了，只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大树塔。身处这沙场之上，他第一次感觉到了不安。他向我祈求，希望自己能活下来，但我给他的路却是自裁。胡亥摇着头，眼中流露出怨毒。不是的，我不想害你们的，我只想当太子，我只想得父皇独宠，我只是想为我大秦出力，这也有错吗？这有什么错？不知悔改。为了你的野心，你和赵高试图弑弟篡位，你且问问你自己，你没错吗？我冷漠地看着胡亥，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弑父夺位，这一点就够胡亥死好几遍了。胡亥身体一怔，看着我冷漠的眼神，身体不自觉抽动起来，他的手抚上眼前的青铜剑，一用力将其拔了出来。老实说，拜，便坠入深渊，冰凉的剑深入体，胡亥反而释然了，原来死也不过如此。胡亥口中溢出鲜血，伤口处也汩汩冒出血。左相，代我向父皇说声对不起。他是嬴政最宠爱的儿子，不到万不得已，他怎么会想要弑父呢？说完，胡亥身体向前倾去，跪在了地上，剑柄抵地，插入身体的剑又伸了进来。我冷漠地看着胡亥的尸体，早有这心，又何至于如此？胡亥从一开始便已经注定了死亡，有些事情是身为臣子绝对不能碰的，更是身为公子绝不能做的。偏偏胡亥都占了，厚葬18世子，毕竟是嬴政宠爱的儿子。我吩咐一声，便转身往府外走去。随行而来的秦军面面相觑，今日他们都经历了什么？短短1日，令人闻风丧胆的圣妻被一击毙命，中车府赵大人身死，连18世子也。这1日大概是他们一生之中最高光的1日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从他们面前走过的右相大人。摧枯拉朽间便清除了乱党，好像没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到的。秦军将领握着腰间的剑鞘，他还是不明白他的剑是如何出鞘。离开胡亥府邸，我径直回了府。在他的吩咐下，胡亥的尸体已被人安置好，宗亲葬礼的仪式正在有序准备着。前往桑海的黄忠带回了丹药，我回府便直接见了黄忠，属下不负所托，顺利带回聚仙丹。说着，黄忠拿出木匣呈给我，我点点头，辛苦，属下分内之事。黄忠连忙拱手，药已带回，是时候进宫了，希望会是一个好结果。备车马进宫。落，一辆马车停在了咸阳宫门口，禁军一见车马便恭敬地站直了身体。我下了马车朝宫里走去。大人，门口守卫的禁军恭敬地行礼，我点了点头，身后跟着手持木匣的黄忠，一路行至嬴政寝宫。我接过木匣，抬脚走了进去，殿内扑面而来一股药味。嬴政一直在用药调养身体，导致他的寝宫之内也萦绕着汤药味道。我直接进了内殿，也只有他敢直接进入嬴政寝宫内殿。感觉到有人来，嬴政抬眼便见到了我，脸上浮现一抹喜色。长川，陛下。我走到嬴政身边，微微拱了拱手。长川这时嬴政有些期待，我几日未入宫，此番前来许是取药有了结果。这几日嬴政一直未曾停用禁毒之药，奈何普通药物于他身体而言作用不大，用药这么长时间，他甚至没有感到身体有明显变化。陛下，长川有事启奏，今日长川带兵围了胡亥公子府，斩众车府令赵高于公子府中，胡亥公子自裁。闻言，嬴政眼眸骤然一缩，但他没有言语，听着我继续说完。他知道我不会随意处死官员，更何况是18。果然，只听我继续道：1日前，长川得知罗网动向，其中
高手皆秘密潜入咸阳城，埋伏于皇宫和右相府周围。关押于是衙狱之中的黑剑士圣妻也秘密入城面见赵高，行动还有禁卫军的影子。而这一切的目的弑君夺位。18世子要我代他向您说声对不起。尽管这句话在我看来有些讽刺，但或许对于嬴政而言，多少带点宽慰。我一五一十的说完，便不再开口。真相往往残酷，但嬴政不能不知道，跟了自己20余年的老臣和自己的亲儿子合谋背叛，嬴政需要时间接受。我和嬴政2人一路起于微末，而嬴政一路以来，除了运筹斡旋，还要不断接受背叛。今日之事，嬴政心中定不知有多难过。特别是胡亥，对于嬴政而言，他的皇子们哪怕不成气候也没有关系，要紧的是不要做错事。但胡亥这一次错太大了。我的话落下，整个寝殿之内气氛变得凝重起来。良久之后，赵高、胡亥，好得很啊！嬴政愤怒而隐忍的声音传来，他的眼中酝酿着可以摧毁一切的嗜血凶猛。外殿的小太监们不知发生了何事，听见暴怒的声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满头汗珠。陛下暴怒，一个不慎便可能人头落地。尽管嬴政此时身体欠佳，身为一扫陆河的君王，气势却丝毫不弱。随着嬴政的情绪波动，狂暴霸道的气势自他的身上涌出，千古一帝的威严无人能及。仿佛下一刻，嬴政便会怒而下令让人头滚滚落地。他最宠爱的子嗣之一，合谋为官20几年的中车令，试图谋反，弑君篡位。嬴政愤怒无比，更加心寒。27年前，宦官嫪毐起兵造反，支持嫪毐的正是他嬴政的母后赵姬。今日之事与27年之前如出一辙，一个是跟了他多年的中车府令，一个是他的亲生儿子。在我面前，嬴政丝毫不掩饰情绪。愤怒之后，嬴政眼中流露出疲惫，他闭了闭眼。赵高跟了他20几年，胡亥他们2人的一些动作他如何不知？只是念在20年来赵高也曾忠心，嬴政也就未曾细究，只做留其一命的打算。只是如今才知赵高的野心远不止一个中车府令。身为胡亥老师，胡亥与赵高一向亲近。当年胡亥出生之时，恰逢大秦天旱，胡亥出生不久，大旱便结束了。当时不仅嬴政，整个天下都觉得胡亥是大秦符照。而后胡亥在嬴政面前也一直乖巧温顺，一副不谙世事之模样。嬴政不由得对此子偏爱几分，即便胡亥有错，嬴政也只是随意敲打一番。然而这位他偏爱的儿子却想要弑父，嬴政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这几日养好的身体仿佛又垮了一点。他嬴政自号始皇，一统天下，儿子却一个比一个没用。他寄予厚望的扶苏什么都好，就是性格太过软弱，亲近儒家，甚至想改革他嬴政创下的制度。胡亥看似手段强硬，但毫无主见，若是登基必定会成为傀儡。长川朕统一这天下，真的有错否？嬴政神色有几分黯然，这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千古一帝，何曾在人面前露出过如此神情？一直沉默在旁的我看向嬴政，后者眼中竟有一丝茫然。陛下何须如此？我明白，胡亥与赵高触动了嬴政心中掩藏的诸多事。嬴政以铁骑征服6国，颁布法令，铁律修筑长城，世人只知始皇帝残暴霸道，没有人看到，或者说没有人愿意看到，嬴政一统6国，结束了100年的战争，救民于水火。大秦法令旷恕犯罪之人，还民间太平，修建长城，阻止蛮夷侵袭，更是功在千秋。有些事适可温水煮青蛙，徐徐图之。但嬴政身为凡人，他时刻提醒自己时间的有限，他若不大刀阔斧修之，如何能斩断明里暗里的汹涌阻隔？这大秦没了他如何稳固？嬴政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这个天下，而这些人不愿知道，他们给嬴政的是在朝如赵高和胡亥一般想要谋权篡位，再也6国叛逆，诸子百家，谋逆之心昭昭，一心覆灭大秦。7国争霸打了200年，天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朕打了10年，一统天下，建立大秦，百姓从此免受战乱之苦。朕下令书同文车同轨，庶民可识字，除天下之隔阂。这天下之中，有几人能明白朕？嬴政紧握双拳，这大秦万万人，他能说话的也就只有我了。我默默听着嬴政的话，人非草木，即便是祖龙，也希望天下一心。世人并非愚钝，而是不愿接受高高在上的权力，几人能挡其诱惑？天下如何，非陛下之错。我眼神深了几分。6国余孽，诸子百家，各反秦势力冠冕堂皇，反对暴秦，实际上不过是和胡亥赵高一样，驱着权力而往，向往着高高在上的霸主之位，只不过为这争夺的野心披上了一层皮而已。这天下都盼着朕死。嬴政缓缓闭上眼，这些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朝堂之中朝野之外，盼着他死的人何其多。如今的6国余孽，反秦势力，他的臣子赵高，他的儿子胡亥，就连当年重父吕不韦，母后赵姬，弟弟程乔，也盼着他嬴政死。这些人为了权力，都只想扫除他这个障碍。嬴政说完便不再开口，我也没有说话。殿内一时陷入了沉默。我站在嬴政身后，静静地等着嬴政收敛心绪。唯有香炉之中袅袅的青烟升起，偶尔被窗口透进来的风撩得歪歪斜斜。片刻后，立即又恢复成一条直线，源源不断，溢满整个寝殿。外殿的几个小太监还趴在地上。安静的大殿之内，他们仿佛几尊人形雕像，一动不敢动。见嬴政周身气势渐渐平静下来，我才缓缓开口：陛下，水清无鱼，大秦纵有赵高这般逆臣，亦不乏忠义之士。我朝堂文武，忠贞奉公者众多，大秦100万铁骑，破敌为国者无数。世人愚昧，但秦人者众，日后之天下，皆是我大秦国土，天下世人皆我大秦人。我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冽，然而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仿佛夹杂着不可撼动的力量。嬴政一字不落地听在耳里，能与他有如此一致的想法之人，也只有我了。我和他的目标是一致的，是千秋万代的大秦。在这条路上，他嬴政何曾惧背叛，何曾茫然过前路？世人愚昧，他这个始皇帝便扫除这愚昧。帝王的威严再次升起，这次是横扫天下，九州归秦的军威。嬴政敛了敛心神，比起死去之人，他更在意万世大秦。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长川此番入宫，可是一切已做好了准备。嬴政知道我进宫不会只是告知他赵高和胡亥生死的事情，
情。如今对他来说，迫在眉睫的便是关于长生一事，他自己的身体，他再清楚不过。再这样下去，已经撑不了多久了。我点点头，打开木匣，一瓶瓶聚仙丹满当当的立于木匣之中，隐隐有丹香溢出。看着满满一匣子的药品，我眸子一动，这是把云中君家底都掏了，这就是能强健朕身体的丹药。嬴政看着满匣的小瓶子，朕需要服下这些丹药尽数服下，他大概几日不用上，非也，只需一粒即可。此丹云中君取名为聚仙丹，结合内外兼修，传闻有机会令人达到超凡脱俗、羽化通天的境地，但不可多时。我介绍道，随即自匣中取出一个小瓶子，打开瓶盖，丹香扑鼻，一粒圆润的丹药从瓶中滚了出来。一个瓶子里仅一枚丹，嬴政拿起聚仙丹，毫不犹豫地送入了嘴里。他早已做出了选择，便不惧失败。我紧盯着嬴政，毕竟丹药药性刚猛，若稍有差池，嬴政的身体可承受不住太大的冲击。好在此丹药一直是云中君自己服用的，炼丹之时自是慎之又慎，药性、冲击等方面皆有顾忌。嬴政服下之后并没有不适，在聚仙丹的作用下，嬴政感觉身体垂垂老矣的沉重感消失，仿佛回到了青年之时，体内有源源不断的力气，神志思绪也渐渐清明。他脸上显出喜色，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感受过这样有力的身体了。若他能一直保持这样的身体，他定为大秦开疆拓土，一扫天下。只可惜这丹药无法恢复他已经病危的身体。此时的他外表还是一副病态的样子，丹药之力终究只是暂时的。看着嬴政仅因为体内的变化就如此欣喜，我心底生出滞涩感。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如果真能有长生之药，他又如何会出此险招呢？多年来朕一直寻长生药，又何尝不知长生何其难得，只不过给自己一丝渺茫的希望罢。嬴政一阵感慨，长生哪有那么容易，即便是长川，也只有把握不大的方法，但他嬴政偏偏要把这方法变为现实。长川，开始吧。